川肉丸到底是开水下锅还是冷水下锅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。今天给您分享一道非常解暑的冬瓜肉丸汤的做法。川出来的肉丸鲜嫩多汁，爽滑又有弹性。冬瓜汤不加一克味精，汤浓味美，特别鲜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块冬瓜，从中间对半切开，用勺子刮去刮瓤，再把外皮用刀切掉。切完外皮后，我们把冬瓜改刀切成片，切成您自己喜欢的大小。夏天爱出汗，人体所需的钾流失比较厉害，人也特别容易疲劳。冬瓜营养丰富，高钾低钠，我们夏天可以多喝一点冬瓜肉丸汤。全部切好后，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制作一点葱姜水，准备一个干净的碗，加入一点生姜丝，再加入一些葱段。下一步，我们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用手把葱姜抓捏一下，挤出里面的葱姜汁，然后浸泡5分钟的时间，过滤之后即可得到葱姜水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一些肉末，这里是200克的猪肉末，您也可以用牛肉末代替。做川丸子最合适的比例是3肥7瘦，如果您选的肉馅比较瘦的话，等会就要多加一点蛋清，这个肉馅我们要多细一点，做出来的丸子就会越圆。川肉丸和炸肉丸是不一样的，做炸丸子就不能剁那么细，要有一定的颗粒感才好吃。剁好的肉馅我们放入一个大盆里面，方便后期搅拌，然后朝盆中加入一点食用盐，大约2克，让肉馅充分入味，再加入一点现磨的白胡椒粉，大约1克，去腥增香，最后加入一个鸡蛋的蛋清，先用手抓拌均匀，肉末一定要先放盐，才具有更加的吸水性。蛋清的加入也是为了让肉馅具有更好的吸水性，同时它的凝固温度比较低，更容易锁住水分。至于只加蛋清而不加蛋黄，是为了让肉丸更加的雪白，更有弹性，这些都是烹饪中比较讲究的做法。抓拌均匀后，我们朝盘中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，因为我们的肉末量比较少，所以我们每次加2汤勺就可以了，然后朝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。为什么要加葱姜水而不直接使用葱姜呢？主要是为了丸子的口感更细腻，吃葱姜味而不见葱姜，就不会出现塞牙的情况。等葱姜水完全的被肉末吸收，再加入2汤勺的葱姜水，重复这个操作大约3到4次，肉末就吸饱了水分。这是一个基本原则，肉类有水才会嫩，同时姜汁有很好的软化肉质的效果。最后我们加入一勺玉米淀粉，大约15克，然后还是朝一个方向继续搅拌。这个淀粉的量一定要把握准，加多了会影响口感，完全不加呢，肉丸的弹性就会不足，吃进嘴里肉容易散。您可以自行对比一下。总之，肉馅一定要充分的搅打上劲，这样的丸子才富有弹性，鲜嫩多汁。那么什么程度的肉馅算好了呢？用手提起来能粘在手上，不会轻易掉落，就说明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准备几块生姜，一点洗净的枸杞和一点香菜叶子或者葱花，所有食材就准备完毕了。下一步开始川肉丸，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不用给油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加入全部的姜片，开大火把水烧热，等到水中出现非常多的小气泡时，不要加盖，先把火调成最小，让水处于似开非开的样子，用左手抓一把肉馅，然后从手的虎口挤出，食指和大拇指捏几下，肉丸就会被滚圆。右手拿起一个不锈钢的勺子，先朝锅中沾一下水，这样可以防止肉丸粘连，然后用勺子接住肉丸，把它直接放进水里面。肉丸入水后，它就会自动滚下去，同时勺子上也会沾上一点水，这样舀下一个肉丸的时候，勺子还是不会粘。我们继续用手挤出肉丸，捏几下将肉丸滚圆，然后用勺子接住放入锅里面，重复这个操作，直到把肉丸全部挤完。挤完后，我们开大火将汤煮沸，将肉丸煮熟。水开后，我们撇去浮沫，让汤更清澈。等到肉丸全部浮在水面上，我们加入全部的冬瓜片，再煮2到3分钟的时间，冬瓜就熟了。下面开始调味，这个调味非常简单，根据您个人口味加入点盐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清洗干净的枸杞也倒进去，再煮1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关火了。枸杞不耐高温，切记不能久煮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起锅装盘了。有人就要问了，怎么不加胡椒粉呢？胡椒粉我们直接加在汤碗里面，趁热我们再把汤倒进去，这个胡椒粉的香味不就一下激发出来了吗？这样做比直接加在汤里面还要香。最后加上一点香菜叶子点缀一下，这样一碗好喝又解暑的冬瓜肉丸汤就完成了。您看一下汤色是不是非常的清爽漂亮呢？肉丸又圆又白，鲜嫩多汁，特别的好吃，汤的味道非常的香，不加一滴味精都非常的鲜。您还不赶紧去试一试吧？
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